2020年11月10日至29日，温哥华立邦美术馆即将呈现《灵魂的原乡》郭燕和佩佩的对话展览。这次的展览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郭燕和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佩佩伊达尔戈，经过整整1年的策划和筹备，展出2件他们共同合作的大尺幅作品以及50件对话作品。这是跨越语言障碍的视觉交流，是2种极具张力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思维的碰撞和融合。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艺术家郭燕和刘毅来到我们的现场，带我们一起走进郭燕和佩佩关于灵魂原乡的对话。好，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艺术家郭燕老师。郭燕老师好。我们想先请郭燕老师说一下，您跟佩佩是怎么认识的呢？我是去年立邦美术馆做一个大的联展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展览上认识的。因为佩佩呢平时讲西班牙语，他是西班牙人，是我呢平时主要是讲中文。所以我们2个是很难对话的。但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个梁华，他的英文特别好，再加上佩佩夫人她的精通西班牙语和英文，所以呢最后实际上是现场佩佩夫人和那个我的好朋友梁华他们之间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过了20多天以后呢，那个佩佩就给我发信息说我能不能来参观你的工作室。我说当然非常欢迎。结果来了以后他就非常惊讶，他说哎呀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合作。然后他就用他那个西班牙语巴拉巴拉拉多说了很多。我也听不懂。他很激动，他夫人呢就马上用笔就用英文记下来给我看。然后我的英文也不好，我呢一知半解，就大概的意思我就知道了。就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合作，用1年的时间来一个对话，完全以绘画的方式来对话，就是一人画1幅，画50张。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因为它艺术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对，我从来也没有和别的艺术家有过这样的合作，我就答应下来了。我记得那是在去年的10月26号。刚好1年时间，记得非常的准确的时间。对，因为我的那个录像都有。我们在那个郑老师，就是郑生天老师的文章，他的艺术的沟通写在郭燕和佩佩展览之前里面说到呢，说艺术没有国界，艺术的对话也不用语言，而郭燕和佩佩之间的对话过程就是一件感人的作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历了整整1年的时间，然后您是说中文，然后佩佩是说西班牙语。那么这期间有发生什么比较有趣的或者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其实我们在这个合作这1年时间，我们只见过5、6次面，因为这次布展我们才会见了3、4次面，见得非常少。我们的沟通主要是通过email，我画一张作品，我的里面的内容他去解读，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发过去，他发过来。然后其实我对佩佩，你说他的年龄呀，他的那些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因为上次看那个联展，我看他的那个作品我很喜欢，我就知道他有自己的绘画语言，特别丰富的一个绘画语言，我特别喜欢，就是他画的那个泡泡，就是他的那种特征是非常，就是我说你是欢乐的泡泡，非常浪漫，非常就是说自由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又看到了他大量的习作，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职业化、非常纯粹的一个艺术家。当然我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跟他一起合作。我们之间这个有趣的事儿特别多。合作2个人是需要妥协，需要商议，需要性格的那种磨合。我刚认识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那个 Instagram， 我就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很酷嘛。我们马上加好友。加了好友以后呢，我这1年时间我偶尔给他发一个我们的那种合作的图片呀，几句简单的英文，他就给我发那个就是 very good 呀 perfect 呀，就是也是很简单的。那这1年以后我才知道他这个 Instagram 竟然是他儿子在给他打的。我就说这个艺术家怎么不停的更新他的视频，他的很多作品。我说他有时间画画吗？他怎么这样啊？对，怎么社交媒体那么活跃？我当时就很纳闷，结果竟然是我跟他儿子聊了1年，你知道吧？这个很有趣。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
经历这个合作过程中，就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您最后是怎么发现那个其实是他儿子在管理？因为他带他儿子到我工作室来拿我们合作的作品的时候，他才说呢。然后他生活中很多事情，你要问他我们第二天什么时候我们见面，再谈下一幅合作作品的主题，为什么这个主题什么？然后他夫人就跟我说，我会给他安排第二天的时间表。我说还需要你安排？我说好，就是等于是，他就是专心在创作上。对，他不善于这种社交。我觉得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语言上有特别大的障碍，但是呢，因为他巴拉巴拉老跟我说这个西班牙语，然后他就I'm sorry， 怎么，因为我跟你说西班牙语了，然后他又变成英文，他是西班牙式英文，像你都很难听懂，然后我又是中国式的英文，然后我们俩就这种，但是呢，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王国，比如说他说。我们曾经知道的艺术大师维纳兹贵兹啊，这个德拉克罗瓦，我们在一起翻画册，我们在一起收，这个是相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艺术王国，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对，而且我看好多小画里面其实也有展现那一部分，就是前期就是两个人在沟通上的一些，就是那种比较有趣的那些。他画的第一幅就是画的我和他，我头后面一个那个调色板，然后他发给我以后呢，我就给他回了一个 I'm sorry,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说的意思，但是他马上就，我这个肢体语言很强，他马上就知道他画的第三幅的话，他就有一个像拉着风筝一样，然后那个又画的是我的画中画，就是所以我们俩这个虽然是很小幅的画，但里面解的读的东西是。信息量是特别多的，对，就是很多东西在我们合作当中呢，有可能有误读，但是呢，这个绘画的这个语言呢，它又超越于普通的就是 language 这个普通这个语言，这个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就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对佩佩的整个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的印象，我以前以为他挺就是刻板。那种，但实际上这次通过合作和这个布展，我觉得他挺开朗、挺有趣的一个人，特别有趣。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职业的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这个确实是他，因为我们在谈论我们合作的一些具体的时候，双方都也很执拗。我想用这个题目，你想用那个主题。我想这样画，你想那样画，包括我们合作的第二幅那个应许之地，我上面天空全画的鸟，它全给我盖了。然后他现在画完了以后，我又加了很多泡泡，又加了一些我的颜色，这个是挺有趣的。对，他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刚好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史的共同的兴趣，然后用各自不同的绘画语言。把它表现在近期的作品中，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共同点。包括我的作品里面有什么维纳斯的诞生呀、丘比特之箭，有那个安格尔的宫女，德拉克罗瓦的那个自由女神的那种自由引导人民。对，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这个所谓的人类，就是登上诺亚方舟的。他有时候。跟我讲他的那个诺亚方舟的那个概念和他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解，这个倒是很有趣。是的，那我们看到就是何多林老师呢，在他为这次展览写的文章里面也说到呢，说这个展览是两位老外画家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到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个地方收容了他们。请问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何多林老师是我在国内艺术区的老邻居，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艺术界前辈。我几乎是从高中时候就开始临摹他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幸运能够跟这个何老师为邻。他写这一段话呢，我看了我自己都想笑。我是说他写的很有趣嘛，就刚好像影射一个我们这个到这个温哥华居住，那个
培培呢，他是来了5年多，我是在这儿住了一共4年多，住的相对少。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国家的文化，我们很愿意开放的心态融入这个当地。我们很喜欢这个，就是很喜欢加拿大，很喜欢这个国家，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主题，其实是2个艺术移民的对话。但是呢，我们2个呢，就是说把这个移民去掉，其实没有必要强调，我们以此为家，我们很喜欢这里，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也听说了，在这个展览还没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作品被预定了。然后包括你们2位就是共同合作的这2幅作品。那么您之前有和别的艺术家这样合作过吗？没有，从来没有。我跟好几个艺术家都有双个展这种形式，但是都是各画各的。这个就不会有作品没有，因为合作是需要妥协，需要商议。我们俩会为一个主题，发10几个，包括第一幅回到阿勒山，实际上是开始有21世纪的诺亚方舟，还有什么我写了很多。然后因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相互对这个宗教的这种理解和这种回到阿勒山，其实就是诺亚方舟最后。回到阿勒山是一个美好的隐喻，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我想对一个原乡的概念，对我们移民的概念，对我们这个艺术的灵魂层面的交流，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主题。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很期待吧，以后还是有合作的，但是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确实。也挺难的，包括沟通啊，还有互相的一个妥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对，这我也很感激立邦美术馆为我们这场展览做的一切，这个也很感激有些藏家提前能够这个预定喜欢这幅作品这2幅作品我也听你跟我讲过，未来可能近几个月不会合作，可能因为我们各自现在也都挺忙的，在画自己各自这个系列的作品，以后肯定会。他夫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就说你们会合作吧？我说会的，因为我们从性格上的磨合上已经过了，都没有问题的。好，下面让我们欢迎艺术家刘毅老师，欢迎您，你好。你好。那么刘毅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您和郭燕老师呢是多年的好友了。当您第一次听说他和佩佩这次合作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个第一反应，我是刚刚从国内回来。对。这个我觉得第一反应，可能有点魔幻感，还有一个温度。就是因为特殊时期，这个疫情啊，也像很魔幻的出现了。对。这个人生啊，有好多这个你预想不到的，也很魔幻。对。艺术家其实他的一生，每个艺术家都是很自我，但是又充满了魔幻感。这个展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首先我感觉都是一种魔幻般的出现了，有这种感觉。2个艺术家的特点，绘画的风格也很魔幻。对，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是已经开始了，还是在之前就跟您说了呢？以前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段因为疫情，对，去年回国，本来计划年初回来，也没回来，就是一直在国内，是刚刚回来，9月底回来以后，正好我是隔离了14天，就见到了艺术家郭燕，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展览。那个时候其实几乎都已经他们2个都已经创作快结束了，对。尤其我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当时他发到我们的群里，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他这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展览的一开始到目前的状况，里边
这每个字，我都看，就是感觉到真的有种这个非常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这两个艺术家，这样的走在一起，突然间，在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里，又发生了疫情。对，这个2020年是一个发生了特别多大事的一年。对，我觉得很魔幻，也非常感动。在魔幻里产生了这种感动。那当时您有就是说在脑海中想象一下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吗？对，也很魔幻。要了解郭燕，郭燕的作品呢，他是尤其近时期的这一段，他一直画这个，好像有这个圣经主题，是这个诺亚方舟、阿拉山，是吧？对，还有勇士的梦，这一系列，他用了好多经典的一些形象，对，但是都是西方背景下的，但是他用一个东方的一种这种特有的那种意境，对，那种这种构图和诗文有很多东方的东西，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一段的作品，就是像这个画展的题目“灵魂的原乡”，对，他触动灵魂，他思考是个人生的大问题，对，这个特别让我感动。佩佩呢是一个西班牙人，他的画呢也是有这种魔幻感，对，但是我感觉他关注的可能就像我们看到好多像这种魔幻的神话故事，他细节的描绘，和他认知的一些气泡，对，那个好像具有魔术感，对，就是每一张画都充满了这种魔幻，魔术，对，这样有一种那种舞台的感觉，在舞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是这样，对，这两个他们俩的合作，真是具有魔幻感。他最后那个完成的作品，有让您觉得就是特别出乎意料，就没想到他们两个最后合作是非常能够这样子，两个那么风格不一样的，能够是你这样的方式。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融合。对，给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会很有收获。我感觉也会给人带来很多这种启示。是的。这个每个人可能从自我出发吧，但是都会有一种认知的。好，谢谢我们刘毅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